当下呢，我选择了直接 all in， 然后呢小盲位也 all in， 那我就知道状况应该不是很理想。看到小盲位是 A10， 但是呢翻牌 A8， 击中了2对但是转牌来一张。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就直接的下一手牌呢，变成是我在 CO 位这个时候我还在整理我的筹码，然后大家弃牌到我看到我的一个手牌是5-4红桃。那我觉得5-4红桃在这个 CO 位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标准的预设加注，尤其是桌上的玩家，有一些玩家都有比较深的筹码量。那如果说今天这手牌的平均筹码量是比较少的话，我很有可能会直接弃牌。我觉得4-5红花还是一个太弱的一个范围但是当下呢，我有60万的筹码量，所以我选择了加注到1万这时候bottom位的玩家跟注，小盲位跟注大盲位玩家也跟注。那大盲位的玩家呢，是一个筹码比较少的玩家然后先跟大家讲翻牌之后发生什么状况翻牌是 AQ3 3张黑桃。这个时候呢，底池45000，小盲跟大盲都过牌，那时候到我。那我认为在一个4人底池的状况呢，第一个我们手牌没有黑桃，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的手牌不适合做一个持续下注，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都会选择过牌。我认为我这选择下注的手牌呢，当然除了顶对2对以上的手牌之外呢，我至少会需要有1张黑桃，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下注的炸，尤其是在多人底池。所以我的预设策略呢，会是一个过牌，然后这个时候呢，按钮位的玩家也过牌，转牌是一张对我来讲非常好的手牌，红桃2变成是 A2345嘛，击中了一个顺子这个时候呢，小盲位过牌，但是大盲位的玩家他只有剩下6万的筹码量，大约是12个大盲底池45000嘛，他直接 all in6万的筹码量，那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易的跟注为什么是轻易的跟注呢？原因是他如果在翻牌前跟注了一些比较弱的 A， 不管是 A2、A3、A4、A5、A6甚至是 A7、A8， 很多玩家翻牌前不会 all in， 但是这些手牌呢，看到全部玩家都 check 他的 A， 他就觉得自己很大，又或者是说他觉得他希望在转牌的 all in， 不希望合牌开一张黑桃，也就是说他的手牌很有可能是没有黑桃的。我认为如果他的手牌是2张黑桃，应该不用下这么大的注。那如果说他的手牌会不会有2对？我觉得任何的1对或2对的手牌很有可能，尤其是没有黑桃的手牌，都有可能会这样子做，就选择 all in 希望大家如果要买黑桃的话付出最大的价值来买这个黑桃。所以我绝对是领先到大部分的，不管是1对或2对，甚至是3条的组合。虽然说我觉得3条组合可能只有3-3，他翻牌前不会 all in， 但是一定是有这个机会，甚至是一些随机的2对，所以我就选择了跟注。那我们这边的预设策略呢，我不会选择加注，原因就是就算我在翻牌击中了2张黑条的手牌，或者是3条，其实基本上我就是一个很轻易的跟注因为我加注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跟注之后呢，我会看bottom位的玩家跟小盲位的玩家怎么做动作，那我再做决定。很顺利的是bottom位的玩家跟小盲位的玩家呢，都选择了弃牌这时候就没有动作，就摊牌。非常意外的呢，看到大盲位的玩家竟然是7-4黑桃翻牌击中了同花，然后我就0%了嘛，就我没有 outs， 开什么都不会赢。我觉得还好，输了一个6-7万的翻牌前加注跟转牌的 all in 所以我觉得输了一点点的底池我觉得没关系。经过这个晚餐休息呢，回到位置上呢，就是一个2个小时的同步发牌。这2个小时呢，跟大家讲我的策略就是我完全不在乎这个所谓的 ICM， 也就是说我不会打得特别的紧。那我只要认为翻牌前只要能够成功的赢下底池，或者是说我有很高的机会能够偷下盲注的话，我会尽可能的加注，甚至是面对别人加注的时候呢，我都会跟注很宽的范围那我希望在这个阶段，我可以累积我越多的筹码量越好。但是呢，以我这边的记录呢，就是同步发牌阶段都没有太多大的底池，又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很无聊的，比如说我加注全部的玩家都弃牌，或者是对方加注我跟注之后呢，我没有中牌，然后我就直接放弃。
我觉得没有太多比较值得讨论是有记录的手牌。唯一的重点呢，就是我刚刚讲说我有60万的筹码量，然后我输了一个小的底池嘛，那个大概6、7万，大概掉到是50几万。那在这同步发牌的阶段呢，就是刚好也没有牌，然后也没有赢所以呢，让我的筹码量掉到了大约剩下35万的筹码量。这个时候呢，进入前圈的时候发生了一手牌，是在6000、12000的盲注级别，我在8人桌的 UTG 为了35万的筹码量。大约是30个大盲，我有 AQ 不同花，选择加注到25000。Hijack 位的玩家有25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翻牌是 AJ3 2张方块，底池8万。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讲我们的 AQ 对上这个位置的跟注呢，其实我们翻牌就算是 AJ3 2个高牌的翻牌，对我是非常有利，但同时对他也非常的有利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范围会有什么。它的范围会有 A10，会有 AJ， 甚至会有一些2张方块的手牌组合。它的范围里面，我觉得不会有2张10以下的手牌，可能会有一些手对，但是不会有2张10以下的手牌。也就是说，它在翻牌，它很有机会是中了顶对，或者是一些卡顺 Q10、KQ， 我觉得 KJ 之类的手牌。也就是我们翻牌呢，实际上也没有领先到太多，对上它整体的范围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翻牌之后会有一个很高的过牌的频率。那当下呢，我选择了一个预设策略，我觉得会是一个高频率的过牌。我过牌，它也过牌。我觉得这个过牌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假设他今天是 AJ， 他绝对不会过牌；他今天假设是33，我也觉得绝对不会过牌。当他今天过牌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的范围里面就不会有2对或是更好的手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讯号。所以呢，转牌来一张7。无关紧要的7，底池8万，我的手牌呢就可以适合价值下注。我觉得它的范围里面会有一些 J 的对子，我觉得至少会跟1次。那如果是 A 的话呢，我下注2次，它都会跟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底池8万这时候我选择下注了4万，对手跟注。合牌呢是一张我觉得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手牌，就是一张10方块的10。那为什么我说10是最差的手牌呢？因为如果合牌开 K 的话呢，其实我不大担心它会有 AK 2对，当然它会有 KJ 2对。其实越高的手牌，譬如说 AKQ 对上我的前卫的帮助是越大。那如果说是 J19。我觉得对上它的位置来讲，对它的帮助是比较大。原因是因为它会有一些合牌的2对，譬如说10J 同花，或者是 J9 同花，甚至是 A10。我觉得只要合牌不要开 J19，我应该都会选择下注。但是呢，合牌开一张方块10同时我觉得他有没有机会拿2张方块的手牌在翻牌过牌？我觉得是有。如果他今天是一些譬如说 KQ 方块，或者是89方块，或者是任何2张方块的手牌，他应该不会有一个很高的下注的频率。原因是因为我很有可能有 A 嘛，如果是2张方块，他可以看一个免费的转牌跟合牌就好了，他不需要去，应该说他炸胡成功的几率是非常的低。也就是说，对手是有同花的组合，对手会有2对的组合，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张合牌是方块10的情况下呢，我的 AQ 呢应该只有一种策略呢，就是过牌。那过牌再做决定，所以呢，我选择了过牌。这个时候呢，底池是16万。对手下注下了一个55000，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下注，就是说他下注这个筹码量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要想，当然我觉得赢他的炸胡，但问题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价值下注比我更烂的 A， 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下注 A9， 我觉得可能很难，又或者说他今天这个下注筹码量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炸胡。但我觉得，因为他的下注嘛实在是太小了，我不知道有的玩家会不会自以为拿一个，比如说 A8、A9， 然后看我过牌2次，他想要拿一个价值，就我永远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假设今天对方还是会有一些随机的炸胡，我觉得是有，又或者是说，根据这个下注的筹码量，我们本来就要跟很大部分的范围，尤其是江果今天有顶对的时候，我觉得落在这个范围。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稍微有点困难，尤其是对上这个对手下注这个小尺寸所以我当下想了一下，还是决定跟注。这时候呢，我看到对手的手牌是 A10红桃，也就是他在合牌中了2对。那这手牌我觉得当然也在我预期的范围里面他就是翻牌一个顶对，然后希望透过过牌之后呢，转牌跟合牌根据情况去拿价值。这手牌呢让我输了大概10万左右，掉到大约剩下20万多一点点。然后过了1圈之后呢，没什么状况然后发生了最后一手牌1万跟15000的大小盲这时候呢弃牌到我在 CO 位，我有20万的筹码量，20万的筹码量呢大约是13个大盲左右。然后我拿了一个 A8 方块。那这个时候呢，我有2种做法，第一种呢就是直接 all in， 第二种呢是最小加注。那我觉得2个都可以，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觉得翻牌之后的可玩性。如果说今天是 A10同花以上呢，我应该都会选择最小加注。那我觉得 A8、A9 呢，相对来说是一个翻牌之后
连结比较差一点，然后我觉得翻牌前的 all in 其实也蛮适合的。那当下呢，我选择了直接 all in， 然后呢小盲位也 all in， 那我就知道状况应该不是很理想。看到小盲位是 A10， 但是呢翻牌 A8击中了2对但是转牌来一张10，所以呢我就淘汰出局了。那这一场赛事呢，最后面呢获得的是57名的奖金是7780，那总共的玩家数量大约是600多个买入那这个也是这个系列赛的最后一场赛事，我参加了最后一场赛事隔天我就回台湾，所以呢这就是我这一场3000买入的赛事一个总回顾就是我们打了到了第2天的前圈，然后进入前圈之后呢就挂了，并没有进入到第3天，但我觉得以整体的表现呢，我是非常的满意。这个系列赛非常多的成绩。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扑克手牌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欢迎到下方资讯来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那我们会不定期的呢挑选一些有趣的手牌来做成一个影片，然后详细的回复大家。所以如果你有手牌问题的话，欢迎到下方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扑克相关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我的影片。我是小 P，大家拜拜。